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下周2揭幕，130多个国家共同奔赴。目前出席盛会的多国领导人陆续抵达，其中智利总统加夫利尔·博里奇可谓是先行一步。他已于14号先期抵达四川，在成都参加中国智利州成都站活动之后，15号飞抵北京。除了出席论坛峰会，博里奇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位全世界少有的80后元首有哪些特别故事？来看看报道。今年是中国与智利建交的第53年，也是智利共和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正式开馆的第3年。博里奇先期抵达成都后，参加中国智利州成都站活动，并于当天下午率团前往四川大学参观访问，为该校师生带来一堂生动的公开课。他表示，中国和智利关系密切，双方在经贸合作、农业贸易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卓有成效，深厚的友谊将两国密切联系在一起。加夫利尔·博里奇出生于1986年，他于2021年12月赢得智利总统大选，成为智利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也是全世界范围内目前罕有的80后国家元首。他上台后坚持对华友好，此次是其就任总统后首次访华。同时，作为最早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国家之一，智利国家元首也出席了前2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驻智利大使牛青豹日前接受人民网专访时就表示，近年来中智两国积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政策沟通、贸易畅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5通建设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一带一路”为两国关系，特别是经贸合作发展提供了政策引领、设施保障、资金便利和民意支持。中智经贸合作得益于“一带一路”，也将推动中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进一步走深走实。据新华社本月8号报道，中国电网企业参与筹建的智利首条高压直流输电线路正在紧锣密鼓推进，向世界展示中国科技创新的澎湃力量。这条全长约1350公里的输电线路，预计将为当地创造至少5000个就业岗位，助力智利实现绿色发展。实际上，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拉美地区是共建“一带一路”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方。除了智利、巴西等拉美国家，也在共建“一带一路”当中感受到了绿色发展的强大活力。深圳卫视在国庆期间特别推出5集纪录片《丝路奔腾》，立足深圳企业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打拼发展的故事。在第4集《逐绿》中，就讲述了在巴西新坦基这个连许多巴西人都没听过它的名字的小城，中国在这里帮助巴西建起了40台，每台重达580吨的风力发电机。这一清洁能源项目每年为新坦基及周边地区输送7.2亿千瓦时的电力，用绿色电能点亮巴西43万户家庭。Não só a CGN, mas todas subsidiárias da CGN, como a Elecnor, as empresas que vieram a compor a gama da CGN, trouxe melhorias, principalmente nas condições de vida da população local.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在接受央视专访时，也高度称赞“一带一路”倡议恰逢其时，并取得积极进展。Ведь эта идея, она в ее основе лежит попытка объединить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многих стран для достижения общих целей развития. Это хорошая, правильная и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и выстроенная инициатива, которая развивается. Да, мы видим, что кто-то воспринимает ее как попытку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ого-то под себя подмять, но мы не видим этого. Мы видим просто желание к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Поэтому мы приветствуем эту инициативу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Си Цзиньпиня. Вместе работаем и готовы, и будем работать дальше. 普京还表示，中方所提出的合作理念主要优势在于，在合作框架内，没有人把任何东西强加给他人。Все это идет в рамках поиска не только приемлемых решений, но таких проектов и таких способов достижения общей цели, которые приемлемы для всех. Вот это для сегодняшнего Китая под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Си Цзиньпиня является такой, чтобы, как бы сказать, особенностью в выстраивании отношений с другими. Никто ничего никому не навязывает, не заставляет.
только предоставляются возможности. 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17号将在北京举行。目前已有来自13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与会。这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之际的一次盛大聚会，也是中国今年最重要的主场外交。深圳卫视“共赢“一带一路”全媒体行动推出“共赢“一带一路”高端访谈，解析这10年中我们的朋友圈越来越大的原因。那今天与我们对话的是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戚正红，他说自己总是被斯里兰卡的朋友问为什么中国远远走在了我们前面。而作为最早与中国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斯里兰卡也在各领域合作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来看看专访。斯里兰卡是最早欢迎并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10年来，在中斯两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全力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的大背景下，斯里兰卡启动了一系列发展项目，对基础设施进行了大规模升级改造，提高了斯里兰卡民众的生活水平，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促进了经济发展。我们中国发展起来了，我们想帮助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友好的发展国家发展。我觉得这个呢，斯里兰卡呢，它具有独特的一个地位和作用。“一带一路”倡议不仅给斯里兰卡经济带来一抹亮色，也给斯里兰卡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戚正红表示，不仅是“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式现代化也给斯里兰卡以巨大启示。他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7亿多人摆脱贫困，特别是中共18大以来，中国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现行标准下全部脱贫，这一成就让斯里兰卡当地人觉得很神奇。现在中国实际上现代化，特别是消除了绝对贫困，对斯里兰卡震动很大。我所接触的斯里兰卡的官员和普罗大众，他们都在问同一个问题：为什么过去我们比中国好，资源禀赋也比中国好，现在中国远远走在我们前面？为什么？想解码中国。戚正红认为，斯里兰卡决策者可以和中国同行进行更多对话，借鉴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中国脱贫攻坚，那么这需要世界性的意义和影响，我们讲一个都不能少。那斯里兰卡现在是很多人口处于贫困下，他们在想怎么借鉴，特别是我接触的斯里兰卡的政要啊，包括一些智库啊，他们都在认真研读啊，总书记啊论治国理政啊，到底中国是怎么做的，怎么产生的效果我觉得呢，这个呢就对他的帮助也很大。今年是中斯建交66周年，戚正红认为，当前两国在各领域合作都已经显现出了蓬勃发展的势头。接下来，斯里兰卡将争取在经贸合作方面加快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尤其是高质量的自由贸易协定。斯里兰卡有竞争的商品呐，你像这个茶呀、宝石啊、海产品呐，都可以向中国出口，而且中国市场非常大。斯里兰卡呢规模也很小。我们现在是连续多年成为世界贸易货物贸易的第1大进出口国。斯里兰卡加在一块，全年的进出贸易去年不到380个亿，所以可以说对中国来说，是非常小的一部分，潜力是巨大的。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戚正红表示，中斯两国更应该在地区和国际多边领域加强合作，实现两国互利共赢、永续发展。两国在国际和地区方面合作，实际上两国有很好的合作传统，在涉及两国的重大核心利益和核心关键问题上、重大关键问题上，两国始终是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的。那么在新的国际格局演变情况下，两国方面可以进一步加紧合作。